我和男朋友周世龙恋爱3年，好不容易走进婚姻的殿堂，没想到刚结婚2天，这家人就露出了恶心的嘴脸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婆婆李桂芬大清早的来敲我房间的门，敲门声砰砰作响，吵得我根本没有办法再睡下去。我随手拿过旁边的闹钟，一看才早上7点，我沙哑着嗓子喊了一声：“妈，有什么事吗？”大清早的，我喜欢睡懒觉，每一次休息日的时候都是要睡到日上3竿的，什么时候在这个点被人吵醒的？如果现在敲门的人不是我老婆婆，我早就第一时间冲出去跟敲门那人打起来了。雪儿啊，太阳都照屁股了，你也起来吧，都已经结婚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喜欢睡懒觉呢？到时候你该怎么照顾世龙啊？我闷闷不乐地喊道。妈，这才早上7点，也太早了吧，我再睡一会儿。不行，李桂芬喊得比我还要大声。你呀，以前在家里过的是小姐的日子，但是现在你是嫁进我们家来做媳妇的，之前的那些坏毛病必须全都改了。你赶紧起来，世龙还没吃早饭呢，等着你做呢。听到这话，我一把把头上的被子掀开，揉着睡成鸡窝一样的头发走了出去。妈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以后都得爬起来给周世龙做早饭？开什么玩笑，我连自己的早饭都不做，平时在外面都是对付一口解决。周世龙也知道我这个习惯，怎么现在我结婚了还要给人家做保姆？大早上7点爬起来做早饭，李桂芬丝毫没觉得有不对劲的地方，还用力地点点头。那当然了，你现在已经是做媳妇的人了，当然不能像以前一样，你是嫁进我们家的，就要适应我们家里的规矩。我这已经看在你刚结婚的份上，让你晚起了2个小时，平时的话5点就要起来。李桂芬话说完，还自己补充了一句：“别觉得我这个当老婆婆的对你太凶，谁家的媳妇不是这么过来的？”我低着头没说话，眼神却不动声色地扫向了坐在一旁沙发上的周世龙。当初我结婚的时候，可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要早晨起来给一大家子人做早饭。要是我早点知道这件事的话，当初说什么我也不会结这个婚。我在家里是公主，可不是嫁出来当保姆的。我刚进门，这个时候肯定不能跟老婆婆发生争执，所以我瞪了周世龙，希望他站出来帮我说句话。可偏偏他就跟没看见一样，自顾自地在那打游戏。他的举动瞬间让我火冒3丈。当初求婚的时候，他可是说得好好的，我在家里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，嫁给他就还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，根本不会委屈到我。现在他妈都已经这么欺负我了，他居然跟没看见一样。妈，不是我不想做，是我做饭实在太难吃了，我万一把这一大家子人都吃进医院该怎么办？有钱的话就订外卖吧，没钱的话就自己想办法，反正这个饭我肯定不会做。我抬头对上李桂芬的事情，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没打算把她当成亲妈对待。亲妈跟婆婆之间我永远分得清楚，更何况我有时候跟我妈还干仗呢，更何况一个老婆婆了，她还想指挥我？做梦去吧！我低头看着自己刚做好的指甲。妈，当初结婚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也没有说过一句我嫁过来之后要早上5点起来做饭。我在家里过了20多年，十指不碰阳春水的日子，结个婚又不是把我自己变成保姆的。你要是实在看我不顺眼，我可以回娘家住几天，但是这个饭谁爱做谁做。我直接表明我的态度跟立场，我从来就不是什么让人欺负的软柿子。
更何况现在我结婚还不到1个月，你分就敢这么找我事，说白了就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。我妈早已经把该说的事情都跟我说明白了。当老婆婆想要欺负你的时候，一定要第一时间选择反击，因为她在不断地试探着你的底线，确认你可以被欺负到什么地步。这个世界上有种老婆婆，确实就这么恶心。她总觉得自己没有享过的福，凭什么要让儿媳妇分享自己年轻时吃过的苦，都要让儿媳妇先吃一遍。李桂芬没想到我居然会这么说，当即气得瞪大了眼睛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刚进门就不听我的话，开始顶撞我了吗？你爸妈结婚之前难道没有告诉过你要听老婆婆的话吗？关键你这明显是强人所难啊！我这么多年都没有给我妈做过一顿早饭，凭什么要过来伺候你们一大家子人？我还没睡醒，此刻说了这么一大堆，我忍不住地打了个哈欠。还有别的事吗？没有事的话，我就回去补觉去了。我下午要回我妈家，中午就不用再做我那份饭了。话说完，我没再看李桂芬一眼，直接转身反手摔上了房间门，顺便还上了锁。周世龙不帮我说话，那他也没有资格进我的房间。我是个很小心眼，而且报复心很强的人。李桂芬现在想把我调教成她心里的完美儿媳妇，根本不可能。要不然就得适应我的规矩，要不然就赶紧从这个房子里滚出去。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时一时心软，居然同意了周世龙说的，把李桂芬也接过来，跟我们一起住。当时说的好听，说是过来照顾我，现在哪是照顾我呀？分明是让我伺候她。我又美美的睡了一个中午觉，一直到日上三竿才醒过来。我换了件衣服，洗了把脸，刚要出门的时候，就正好看见李桂芬他们在吃饭。我走过去踹了踹周世龙的椅子，我回家住2天，有什么事你就给我打电话。李桂芬听到这话，顿时不乐意了，啪的一下就把筷子摔在了桌子上。不是我说，你这回娘家的次数也太频繁了吧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怎么欺负你呢。我上午顶撞李桂芬，显然把她气得不轻，现在正憋着一股火在找我的麻烦。妈，我是长了眼睛的，你是怎么对我的？难道心里还不清楚吗？我无所谓地看着她，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，所以我躲得远点，让咱们2个人的世界都清静点，应该没什么错吧？周世龙砰的一下就站了起来。李雪，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？你能不能注意一下你的态度？我妈从小把我拉扯到大不容易，我娶个媳妇回来是为了孝敬她老人家的，不是为了给她添堵生气的。你看看你今天上午说的话多难听，我一直没跟你算账，你居然还蹬鼻子上脸了，是不是？我听到这话，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周世龙。在我们谈恋爱的3年里，他一直忠心耿耿地扮演着一个暖男的角色，对我各种大小事情尽心尽力，嘘寒问暖，体贴得不得了。这也是当初我下定决心要嫁给他的原因。可是现在，我们结婚刚过1个月，他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婚前答应的那些事情，不仅一个都没做到，对我的态度也越来越差，就像是完成了某种任务一样。周世龙，你以前可从来都不会这么扯着嗓子跟我喊的。我冷眼看着他，咬牙切齿地开口说道：我说话难听吗？那不还是你们做得太过分了？哪有刚过门的媳妇要大早上5点起来给全家人做早饭的？你们出去打听打听，我就不信整个村里除了你们之外，还能找得出第2个人家。现在是把我娶到手里了，所以露出自己的真正嘴脸，是不是？你的演技这么好，当初怎么没进娱乐圈发展呢？周世龙被我气到，
一张脸阴沉的可怕。下一刻，居然大步地走了过来，高高的扬起手，似乎想要打我。我根本就不怕，甚至还挑衅地故意把脸往他那边凑了凑。你还想动手？是不是你最了解我的脾气？只要你这一巴掌敢落下来，你睡觉最好有别闭眼的时候。我是打不过你，但是你别小瞧了我的报复心，我根本就没有威胁他的意思，因为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如果今天周世龙敢打我，就一巴掌，我就敢半夜拿着刀捅他。我死死地盯着他，他最了解我的脾气。听到我这么说，高扬着的手果然慢慢地收了回去。李桂芬看到他没动手，瞬间急了，立刻冲上来，狠狠地推了我一把。我猝不及防，后背直接撞在墙上，火辣辣的疼。你还真的反天了，是不是我们家里人花了大价钱把你娶回来，不是为了让你当祖宗的？现在还敢威胁我们，是不是？哪天我们睡着了之后，你要把我们都杀了？我龇牙咧嘴地开口说道。早知道你们一家人全都是这么恶心的嘴脸，就算当初你们八抬大轿求着我，我都不会嫁到你们这种人家。你这个小贱人，还真反了天了！既然你爸你妈没教过你好好说话，那我今天就来教教你。李桂芬话音落下，居然直接抬手打了我一巴掌。我有些不可置信地捂着自己的脸，甚至还伸手揉了揉，像是不敢相信刚刚的一切是真实发生的。我从小就有着小霸王的名号，小的时候在孩子堆里打架，我就是老大，一直到长大工作以后，也从来都没有人敢欺负我。李桂芬是第一个敢动手打我脸的。你居然敢打我，我爸妈都没敢打过我，你敢打我？反应过来之后，我气红了眼，立刻朝着李桂芬扑了过去。因为小时候打架积累的经验，我左手一把扯住了李桂芬的头发，另一只手直接对着她的脸左右开弓。今天早上的事情已经不是我的婚后1个月来发生的第一次摩擦，而是至少10次了。他总是想尽各种办法给我添堵，话里话外都在暗示着娶我回来，花了他们家多少钱，又说着他年轻的时候是过得怎样的苦日子。再跟我一比，简直是太享福了。最过分的是，我结婚第3天的时候，他居然打起了我的彩礼钱的主意，想要跟我借钱给他的大女儿买房子。像这么荒谬的要求，我当然不会同意，但是也彻底的得罪了李桂芬。我们2个人之间也算是结下了梁子，只要是我们2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从来都没有给我摆过什么好脸色。村口的大槐树下是我们村里的情报聚集地，不少老太太最喜欢在树荫子底下说着7家长8家短。李桂芬这1个月可没闲着，把我简直描述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，甚至已经到了街上的小孩看着我都要立刻扭头跑的地步了。这口气憋在我心里这么久，今天总算找个机会发泄了。李桂芬被我打得吱哇乱叫，但是也还是不忘还手。周世龙看到这架势，立刻毫不犹豫地上来帮忙，当然是帮他妈。1打2肯定是打不过的，最后我的身上、脸上全都挂了彩青紫色的印子，交织在一起，别提多磕碜。但不过，同样的，周世龙跟李桂芬也同样没好到哪去。老太太的白头发被我扯掉了好大一把，这一笼的脸上还带着几道抓痕，都是我刚刚死命挠下来的。别以为我嫁过来就可以欺负我，要是真当成软柿子一样被人随便拿捏，我就不叫李雪。我朝地上吹了一口血水，是刚刚李桂芬那一巴掌打到我脸上，把嘴里打出血来了。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我现在成了你们家的媳妇，你们就可以随便欺负我了。
要是这一仗没打服气的话，咱们就再试试你们2个2打1这笔仇。我记下了，你们等着，今天这事没完。”话说着，我就准备打电话摇人。我爸他们哥兄弟4个，相当于我一共是有3个伯伯，而他们又各生了2个儿子，只有我爸这一辈生了我一个女儿。我这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，也完全是这帮人惯出来的。毕竟就我一个独苗苗，都是放在心窝窝里疼着长大的。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我立刻扯着嗓子开嚎：“大哥，周世龙那个不是人的，他居然敢欺负我！他跟他妈一起动手打我，都把我打到吐血了！你们快来呀！”我大哥是健身教练，将近1.9米的身高，200斤的体重，往那一站就威慑力十足。当初跟我谈恋爱的时候，周世龙第一次看到我大哥就被吓得不轻。从此之后，我大哥给他留下了很严重的心理阴影，是那种光说2句他都会怕得腿软的那一种。在我的这帮哥哥里面，最疼我的也就是我大哥。小的时候，只要他回来，我总能收到各种新奇的好吃的，好玩的多到房间里都摆不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些都是大哥省吃俭用给我带回来的，就是为了哄我高兴。我大哥一听这话，瞬间急了，那个姓周的王八羔子反了天了！你等着我，这就带人过去收拾他。大哥，你多叫几个人过来。周世龙这边也找了人，我怕你们打不过。我假装抹了一把眼泪，哭哭啼啼地说着，我生怕这把火烧得不够大。虽然我们2个人谈了这么多年的恋爱，但是从他跟他妈一起联手打我的时候，我就对这个人，对这些感情彻底的死了心。叫他们过来，不仅仅是为了出我刚刚的这口恶气，更是为了由他们撑腰，我好直接去离婚。刚结婚不到1个月，就被自己的老公跟老婆婆联起手来一起家暴，以后的日子还能好过到哪去？我这个人最擅长做的就是及时止损，哪怕是我们结婚，也不会影响我踹开这个垃圾的速度。周世龙听完我打那一通电话，整个人吓得脸都白了。李雪，你为什么要撒谎？你知道你大哥什么脾气？等他过来之后，你是非要闹出人命，你才肯罢休吗？他已经被吓得说话都不利索了，眼睛直溜溜地转着，看上去像是在考虑自己要躲呢。我伸手指着自己身上青青紫紫的印子，说话之前先睁眼睛看看，你干的是人事吗？我跟你才结婚1个月的时间，就被你们娘俩联起手来打。我家里这边要是没人撑腰的话，还不得被你们2个人活活打死。我告诉你，咱们这日子没法过了。等我大哥他们来了就离婚，把之前结婚的一些东西算清楚了，赶紧好聚好散。听到我说离婚这番话，李桂芬瞬间就变了脸色，刚刚还凶巴巴的一张老脸，立刻换上了谄媚的笑容。雪儿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刚结婚的小2口哪有不打架的？不都是床头打架床尾和吗？你这才结婚1个月就直接离婚，说出去也不好听啊！你赶紧给你大哥打个电话，就说刚刚的那些事都是误会自己家的丑事，就别让别人看了呗，到时候对你也没好处啊。李桂芬一边说着，一边还想伸手过来拉我。到了这个时候了，她才终于想起来要跟我打感情牌，但不过很可惜晚了，您就别跟我说这么多了。刚刚动手打我的时候，我可一点都没见你客气，我从小到大没有挨过打，你是第一个打我的，主动权重新回到我的手里。一寻思大哥他们马上就要过来给我撑腰，我心情好得不得了，虽然脸上还是带着疼，但是跟现在的好心情一比也不算什么。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看着脸色苍白，随时准备要跑的周世龙，勾了勾嘴角，
你忘了你在婚礼上跟我发过的事，可是我都记得呢。当面一套，背地一套，你玩的还真是厉害。我们2个人认识了这么多年，我居然在婚后才看透你的真实嘴脸。我慢悠悠地说着，你看到我被你们打成什么样子了吧？等到一会，我大哥来把你们打得比我还要惨，我这口气就算吐了。然后我们就谈离婚的事情，少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废话。周世龙，你要是敢不跟我离婚的话，我今天晚上都敢拿刀捅死你。我不是什么冷心肠的人，但是刚刚的那种打确实让我所有的感情都淡成了烟。我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，才终于看清了周世龙是人是鬼。但是幸好现在醒悟还不算太迟。当初结婚的时候，我收了你们家8万8千的彩礼，但是给你们带来了一辆20万的车，陪嫁钱另算一会儿。我也会让我爸妈把当初收下的3金拿回来，所有的账都算清楚了，各还各的。周世龙刚刚还蔫蔫的，但是一听着我要把车要回去，瞬间又不乐意了。陪嫁是你带过来的，既然你跟我结婚了，那这个车就是属于我的。就算离婚了，这也是我的车，反正你想离就离，这辆车我绝对不会让给你的。我简直都要乐了。说真的，我活了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么好笑的笑话。我们2个人离婚的话，彩礼钱我退给他，陪嫁自然我也要拿回来。但是他现在打的主意是想办法把彩礼钱要回去，但是却不打算把陪嫁的车给我，哪怕是他心甘情愿的把彩礼钱给我，但是8万8千的彩礼买到一辆20万的新车，哪有这么划算的买？我现在坐在这好声好气的跟你说，已经是给你留了最后的一点面子，别等着我大哥亲自来给你说。说曹操就到，下一刻，周家的大门就被一个身强体壮的男人一脚踹开。我大哥扯着嗓门大步地走了进来。雪儿，你在哪呢？你哥过来给你撑腰来了。听到这话，我立刻抬头看了一眼来的人，不仅仅是我大哥，就连我剩下几个哥，他都给我叫过来了。一帮人一身黑衣服，有2个人手里还拿着球棍往门口一站，像是黑社会上门闹似的，别提多有威慑力了。我立刻狠狠地拧了一把大腿，疼得我瞬间飙出2滴眼泪，紧接着就开门朝我大哥冲了过去。大哥，你终于来了，你要是再不来的话，你妹妹就要让这2个人活生生的打死了。我哭得抽抽噎噎，一边还不忘撩起袖子，露出上面青紫色的痕迹。幸亏刚刚周世龙跟李桂芬下手下得狠，现在倒也给了我机会，有我这几个哥哥在这个婚离定了。果然我大哥二哥一看到我胳膊上青青紫紫的痕迹，还有我脸上的巴掌印，当即气得眼睛都红了，拎着手里的球棍就直接踹门冲了进去。周世龙，你个挨千刀的混账，赶紧给我死出来，等老子抓到你，非得扒了你的皮不可。我好好的妹妹送到你手里，被你祸害成这个样子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刚结婚1个月的时候你就打。我大哥本来就是个大嗓门，他这么一喊，感觉整个房子都跟着哆嗦。周世龙早就不知道躲在哪去了。我大哥冲进来的时候，屋里只有李桂芬，如此壮硕的体格子，往前一站，李桂芬也怕得哆嗦，但还是强撑着笑容，开口说道：“刚才那些都是误会，他们就是小2口新婚闹别扭，玩了一下。你别看雪儿身上这么多伤，你再看看我儿子也没好到哪去。小孩子之间小打小闹的就不用的，咱们掺和吧。”李桂芬不过是见过世面的，明明是他们母子俩一起动手2打1，在他嘴里就变成了我跟周世龙2个人互相打闹。
我大哥才懒得听他这种鬼话呢，直接不耐烦地开口说道：“少在这里跟我说这些废话，我倒是要看看周世龙要怎么说。把我的妹妹打成这个样子，这笔账绝对就不能这么算了。就算是两口子打闹，也没有开玩笑。你看看我妹妹的脸，被你们打成什么样了？”我立刻跟着开始哭。大哥，你别听这个老太太瞎说，她现在说的那些都是假的。我身上的伤是他们母子俩一起动的手，这个巴掌印就是这个老太太打的。我嫁过来还不到1个月，她天天找我的麻烦，今天还让我早上5点就起来给他们一大家子，我要离婚，他们还扣着车不给我。我一股脑的把李桂芬他们家里做的恶心事全都说了出来。结婚第2天就惦记着要拿我的彩礼钱去给他姑娘盖房子，平时我们说话的时候根本连个好脸色都不愿意给我，天天除了打我就是骂我，还威胁不给我饭吃，要让我干活，还说什么要让我体验体验他们那个年代的苦，说我是被惯坏了的富家女，就欠收拾。说到最后，我已经开始不由自主地往里添油加醋，巴不得把这把火烧得越大越好。我一开始是打算跟周世龙好好的说一说，以后不跟李桂芬他们一起住，但不过每一次开了这种话头，周世龙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把话题岔过去。我认为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，毕竟当初在恋爱的时候，2个人的感情就特别好。我一直都在幻想着，是不是因为跟李桂芬他们一起住的原因，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一直想着再给周世龙一个机会，直到今天的这顿打，让我彻底的碎了幻想。与其慢慢的调教着周世龙，让他变成了理想型丈夫的样子，还不如趁早换人。成年人的世界里已经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，我做人的宗旨向来是只挑选不调教。既然这个人不行，那我就换人。虽然我也不想承认自己这么多年看错了人，但是也没有什么不容我否认的。大哥，你们可一定要为我撑腰做主啊！这个婚我离定了，谁说都不好使。就算我爸妈来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但是那辆车我必须要回来，还有我当时陪嫁带过来的5万块钱，这些钱都是我的，我一分都不想给这帮恶心的人。打死李桂芬也没有想到，我居然张嘴就来，而且还哭哭啼啼的说了那么一大堆，看起来还有几分可信度。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我什么时候虐待过你了？真没看出来你小小年纪居然这么会撒谎。嫁过来才不到1个月，你自己说你给我们家里折腾出了多少幺蛾子，把你当成祖宗一样供着还不行，你还要天天找事。我们周家真是供不起你这尊大佛。李桂芬急了，如果不是我大哥他们在的话，恐怕下一刻又要指着我鼻子开骂了。我懒得跟他多磨叽，直接又扑进了我大哥的怀里，开始装委屈，嗷嗷哭。我从小虽然打架厉害，但是我哭更厉害，尤其是大嗓门，简直比喇叭还要大。我爸妈从小就说我哭得烦人，这个毛病这么多年我也没改过来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我觉得我现在哭的就好像是李桂芬死了，我给她嚎丧一样。我哭成这个样子，可把我几个哥哥心疼坏了。几个人把我围在中间，人流安慰我：“雪儿，你别怕，既然我们都过来了，今天就是给你讨个说法，这个婚必须离，该拿走的东西一件都不留给他们。你这孩子现在怎么还越来越傻了呢？刚结婚就挨欺负，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？你从小就是我们几个看着长大，哪受过什么委屈？嫁了个人，还嫁了个这么个狗东西，我都心疼你。周世龙，你这个王八犊子，现在居然还在躲起来，
是不是你要是个男人，就赶紧出来解决问题，别怪老子砸了你家！”我大哥扯着嗓子又嚎了一声：“李桂芬，赶紧把你儿子叫出来！这件事情今天必须解决了。他要是再这么拖，拉着不离婚，我就直接去找律师起诉离婚。现在的婚姻法办个离婚还是很简单的事情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想吞掉那些财产是不可能的事，这些都是具有法律价值的。离婚的时候是必须要还给我妹妹的。”李桂芬还在想挽回局面，就这么一点小事，用得着非得闹到离婚的地步吗？刚结婚1个月就闹离婚，传出去难道你们不嫌丢人吗？干出这么恶心事的人是你们，丢人的也是你。到时候我会好好宣传一下子，你们老周家是怎么打媳妇的。我二哥这时候站出来说话，里里外外的把房子扫了一圈，就开始找周世龙，最后在厨房放你的角落里抓到了人。我二哥虽然没有我大哥生的那么壮硕，但也是练家子，常年健身，体格也相当不错。他拽着周世龙的脖梗把人薅过来的时候，就像是在抓一只小鸡崽子。不是咱们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啊！周世龙一边想从我二哥手里把自己的衣服领子拽出来，一边还在试图反抗。李雪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别以为有你几个哥哥在就可以随便折腾了。你看看，你把我跟我妈打的这个样子，我还没有跟你算账呢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今天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我就立刻报警。让警察过来处理这件事，到时候我讹死你们！”周世龙气势汹汹地说着，现在整个人完全就是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。我冷眼看着他，少说那么多的废话，现在赶紧的跟我去民政局办手续，把咱们2个人之间的财产分清楚。这日子一天都没办法往下过。他家给的彩礼3金什么的，我不稀罕，我现在只想要回我的陪嫁。周世龙家里的条件没有我家里好，当初结婚的时候，我爸妈怕我们2个人婚后日子会很难过，所以大手一挥送了一辆车。这辆车是登记在我的名下的，你没有权利扣下来。你要是不给我的话，我就直接去法院起诉，这场官司我必赢。我好心的给周世龙克服了一下法律，等一下我就要去医院验伤，控诉你婚内家暴，哪怕是你不愿意离婚，我也可以提起强制性上诉。我和你这种渣男一天都过不去。我大哥也开口跟着说道：“就凭你家里的条件，能娶到我妹妹，都是上辈子积德祖上烧了高香，不仅不珍惜，还对着他动手，你连个男人都不配当。”周世龙被噎得说不出话来，不甘心地看了我一眼：“雪儿，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阻碍，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，你真的舍得放弃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吗？就因为这么一件小事，你真的要跟我离婚？少跟我说那么多的废话！如果早知道你是这个德行，当初说什么我都不会跟你谈恋爱，更别说嫁给你。现在一寻思，我在你身上浪费的那几年，我都觉得恶心。”我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：“赶紧跟我去办离婚手续。”周世龙眼神晦涩，但是就算他再怎么想拒绝，也由不得他了。就在即将踏出门口的那一刻，我突然想到什么，转头对着大哥说道：“哥，帮我抓住他。”我大哥不知道我想做什么，但还是帮我抓住了周世龙。我立刻上前，毫不犹豫地甩了2个耳光过去，比李桂芬打我的响多了。虽然这2个巴掌打完之后，我手心疼得厉害，但总算是让我出了心底里的那口恶气。我笑眯眯地开口说道：“忘了跟你说了，这2个巴掌是我打的。我们现在还是夫妻关系，所以属于婚内互殴。
你就算是想告我，也绝对找不到地方告。”周世龙被我打得说不出话来。李桂芬一看着她的宝贝儿子挨打，立刻冲上来就要跟我拼命。但是我那几个哥哥也不是吃素的，一个眼神扫过去就把他吓得不敢吱声。去民政局办手续的时候，我们浩浩荡荡的一帮人给工作人员都看傻了。我跟周世龙脸上都带着手，但不过显然后者伤得比我更严重。我利落地签了离婚协议之后扔给他，赶紧签。周世龙满眼的不甘心，现在恐怕是恨得牙都快要咬碎了，但是也没什么办法，也只能硬着头皮签了字。拿到离婚协议书的那一刻，我顿时感觉到轻松多了。我今年才28岁，哪怕是走错了路，但是我也明白及时止损的道理。虽然这一段才维持了1个月的婚姻，以这样的结局结束，有些潦草，但是我根本不后悔。那一巴掌就扇没了我所有的感情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这样的人继续过完后半辈子。人这一生只活那么几个瞬间，我不想把自己的一生都困在周世龙的身上。哥，你们陪我回去，把我陪嫁带来的东西都带走，明天再帮我把彩礼什么的退回去。我几个哥哥点了点头。一帮人浩浩荡荡地离开民政局后，又直奔李桂芬那。他们现在住的是老房子，但是在我结婚的时候又重新装修了，里面的一些家电都是我重新购买的，乱七八糟的，加起来也有5万左右。我站在门口，拿出指点江山的架势，这个，还有那个，全是我买的，全都搬走，一个都不给他们留。李桂芬站在门口，看着我的眼神像是去了毒一样，想张口骂我，但不过我几个哥哥在这，又根本不敢。说白了，这一场结婚其实更多的是我倒贴。他们家里结婚彩礼加上3金，一共给了不到10万的东西，我给他们带回了30万。真不明白，我都已经做到了这个份上，李桂芬跟周世龙居然还在挑我的毛病。既然不懂得珍惜，那就随便他们吧。我哥他们一共开来了3辆车，才勉强的把我带来的东西全部带走。第2天我就把彩礼钱什么东西都还了回去。李桂芬看到我几乎搬空了她的家，当天晚上就气得起不来床了。周世龙看着我潇洒的架势，居然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：“你因为这么大一点事就跟我离婚，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？以后会不会后悔这么草率地放弃我？”我一开始没有看透你的真面目，如果我早知道是这样的人，我当初说什么都不会嫁给你。这世界上有一句话叫及时止损。我不认为我有能力改变你，但是我可以离开你。事已至此，好聚好散，别再来打扰我。但是我留给周世龙的最后一句话：闪婚闪离的事情在我们当地的了热闹的新闻，但是我丝毫不在意，我的日子还很长，未来会更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